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宗郑元畅，今天是不专业系列的特别篇。然后我今天呢特别出了外景，来到了这呢是我的发廊。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发廊呢？并不是我要来这边做造型，而是我要来这边为别人做造型。我今天想要挑战的应该是最高难度剪染烫，就是挑战终极设计师的最高境界剪染烫。Hello， 李卫，他是我的发型设计师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但他今天要非常不专业的当我的不专业的助理。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吧。顺便我想要解答一些我小时候的疑惑，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，一定要从洗头开始吗？一定要从洗头开始，还要从现场的服务流程，先服务好客人，才可以做好客人。所以你也是所有的设计师都是从洗头开始。没错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因为我是完全不是这个领域，我觉得反而沟通占美发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。对，要沟通，要让客人相信你。他相信你、信任你之后，就会放心把头发交给你。好，然后所以其他的那些剪染烫都是基础，就是你在学徒之前，当设计师之前都要会的。对。然后当设计师之后，你就要开始学习如何跟客人沟通。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跳过基础，我们直接去跟客人沟通。我今天特别就是刚刚有拍到，就是我的健身教练，他是我今天的模特儿，他非常的，待会去访问他一下，就是我们尽量的就是把它剪的、染的我们想要的就好了，其他的不用管他了。介绍我今天的客人呢，他叫 Jeff， 打声招呼。Hello。那个 Jeff 呢，他的职业是健身教练，然后但因为就是我身旁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愿意给我剪染烫，然后我那一天就刚好问到他，就是 O 不 OK， 他就说随便我怎么弄就可以，然后我就特别叫他把头发留长，就留了一定的长度，剪起来才会有变化。然后他也没有染过，你有染过头发？年轻的时候，你上次染头发什么时候？很久了，所以那你的头皮代表应该就很健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漂，尽情的染，然后就是，所以我现在要做上设计师的工作，有种被加持神圣的感觉。请问这位客人，你想要染什么样的颜色？没有想法。你女儿喜欢什么颜色？粉红色吗？大女儿是。那我今天帮你染粉红色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保证你的女儿更爱你。不行，我们要专业一点，我们有色票。我的助理其实是我设计师。谢谢。这个这个很重要哦。这个就是，你怎么拿这么安全的颜色？哦，我个人觉得这个不错，蓝的不错，黄的这个也不错，白的其实我很想染灰跟白。专业设计师，这个颜色适合我吗？我觉得以你的职业啊，因为你是健身教练，你常常要在健身房工作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找一个比较适合你肤色的头发的颜色。所以交给你了，我帮你选哦。好，你帮我选。回去你老婆应该会觉得你又换了一个全新的老公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昨天才染过头发，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流程是什么。通常呢，这种前置作业都不会交给发型师自己做，但我今天因为你是我的贵宾，我今天就特别亲自为你做这些前置的准备工作。我们现在喷上的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头皮保护，算是一种隔离吧。就因为待会我们的染发剂会接触到你的皮肤，然后这喷上去会有点凉。看我手法是很熟练，这就是要喷在头皮，对吧，助理？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头皮放射状喷，放射状，就远距离、近距离，近距离，它以眩为中心，放射状喷洒。哦，我觉得你下次顺便来，有时间多一点的话，我们来烫个头发，就是顺便帮你剪成就是哇，很想趴的那一种，让你马上年轻10岁。
就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手法，我们的专业手法呢，基本上就是喷在你的头皮上面，还会帮你这样搓一搓，都喷到这里了。我觉得你后面的那个脖子的头发可以今天也稍微修一下，我待会有准备了剃刀，就是电动的撸刀啦，撸刀，我也会帮你修一下后面边边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帮你剪一下刘海。好。但我们今天就是先以染发为主，反正我都交给你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保证你会焕然一新，你的同事、你的老婆、你的女儿一定会觉得他们又得到一个全新的 Jeff， 你今天就是一个全新的 Jeff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帮你准备颜色哦。好的，是吧？流程好，走。我告诉你，我最痛恨的就是电子秤，这个就会让我想到不专业厨房里面厨房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个人非常没有耐心去一一的看他们的比例，这跟我在不专业厨房里面有什么两样？我有阴影。还好这只是番外篇，特别企划。对，而且你看这是不是像韩式辣酱？我最恨的韩式辣酱，地狱来的韩式辣酱。小仲，你要讲还是我讲？你先搅一下，然后告诉我的诀窍。也没有，就像打蛋一样，一开始好，那你搅，你搅就好了。好，小仲这交给你，颗粒在外面。颗粒在外面，这是出面，对，在外面，对，出面好。好，确定这样 OK 哦？手套破嘞，破去啊！换一支，拍谁哦？想说我们赔钱货来染这些东西，然后又给人家弄破手套。很紧张，我有点后悔了。我不知道等一下我头发会变怎么样子。这设计师还行吗？我觉得不太行，我觉得有点粗鲁，我头就这样折来折去，我觉得不太舒服。你平常都欺负他，对，我平常都操他，那现在他要报复我，我们修都尾标。这位客人，我们现在就帮你要上哦，看到你的颜色，真的是哦，非常的漂亮，它就像是那个叫什么蛋黄，我们把蛋黄分离出来以后，准备要做的是那个 cheesecake。我今天会帮你染的就是一个 cheesecake 的那个颜色。这个刚刚李卫完全没有告诉我要从哪里开始染，但是以我就是很常被染的经验，我就可以告诉大家。因为我们头皮会散热，所以其实这个上这个药剂的部位啊，其实是有讲究的。要先上哪里，其实是有关系。头啊，有这个区域，就是前发际的区域嘛，然后有后脑的区域、后脑、小脑的区域跟鬓发的区域，我们应该要先上鬓。对吧？对吧？对，我就好像，所以我们要先上发鬓。我助理来了，我这样染对吗？对，短的地方就把它涂下去，但尽量不要碰到头皮，碰到头皮。对，尽量。我都已经弄到头皮了。我这样染没错吧？对，确定？就先涂上去，对。你看有哪个设计师会跪下来为你染头发的？以客为尊。我现在已经染头发了，染得一身汗了，比我在厨房里面还热。因为我现在有点紧张。紧张的应该是我吧？你不用紧张，你只会更帅、更好而已。我期待。
为了节省我们今天拍摄时间，我的助理应该要帮我一下。好，好热、哦！你看专业手法就不一样，你看多快速啊！你看看那个手法，你就再把他的那个手接我的脸就好了。反正一切都是靠剪接。我有学到那个手法，上面比较简单，旁边比较难一点。对，他就是，你看他的手法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手套弄到格拉萨。这样应该有了吧？可以，好，那我继续。麻烦你了。老实说，其实我只想坐这张椅子，成为设计师的梦想。坐上这张椅子，就已经有设计师的感觉。这些过程呢，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。所以每个当上设计师的人，都是经过不经一番风尘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？刚没讲错吧？讲错就把它剪掉。对，通常设计师都有助理帮我包起来，然后检查一下，15分。好，努力。自己假装自己是设计师。谢谢啊，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接下来就是四色。对，我们要抓一根头发来看它的上色的效果是如何。再多一点点，你这太少。哦，再抓多一点。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再多一点。再多一点。对，一整撮都可以。一整撮。对，然后把染发膏刮掉，这样有刮掉吗？有，透过光。透过光。哇，蛮橘的哦。这有达到你的效果了吗？有了吗？跟我们色卡上面讲的差不了太多。那我们是可以洗的吗？我们再冷却一下，因为刚加热完，好，稍微冷却个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洗头。好，请问这个温度可以吗？太热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哦，不行，我觉得太热了，不行，给你洗凉一点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这可以哈。反正夏天嘛，洗凉一点比较舒服。后面其实洗后面蛮难的，我这样洗法有，但是它衣服应该会湿掉，它衣服会湿掉，会湿掉。那我怎么办？正常洗后面呢，就把它抬起来，这只水龙头就不要进去了。那你就用另外一只手去把洗发精，就染发剂把它带出来。谢谢我的助理，帮我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。这样有洗到吗？有洗到你的衣服吗？没有啊。好。洗头也要练的。请问你们洗头可以这样跨着吗？不行。不行。对。必须要站着。对，洗久了腰就会习惯。请问还有哪里痒的吗？没有。那可以冲水了吗？可以。我要帮他按摩。我告诉你，按摩我最会了。这个按摩呢，基本上就是你常洗头、常被按，你就大概知道它的诀窍，是不是有模有样？蛮舒服啊。而且你看，我为了拍这一集，我特别把指甲都修的完，就是修到就完全看不到那个白色，只能就是因为我很怕他遇到就洗头的时候，然后他用指甲一直在这样烤我的头皮。我告诉你，洗头必须要用你的指腹，这样是不是很舒服？蛮专业的。
可以冲了吧？哇，好橘哦！真的假的？蛮橘的。有年轻啦，年轻啦，反正待会还会帮你修的更有型一点。你看设计师都这样帅，你看我手法，拍我的手法专业。我先往前，哎、很适合你耶，自己说，超适合你的，哇，这个。我想请问一下你的助理，你这样吹头发是可以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吹干而已嘛，要不然你还想怎样？吹头发真的有点舒服。真的。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温柔一点哦。所以我刚才问他的助理这样干嘛？我们正常的吹头发可以让客人感觉到。哦，真的哦。原来如此。所以我刚刚是这样一直戳你的头 ，sorry。我觉得剪头发比较有趣，染烫太无聊了。剪头发比较像是那种在作画的那种感觉，染烫就是过于繁琐。哦，你是要修这样吗？就是顺就好了，没有说这不要个没有不一定要有形状。不一定说一定要平或者斜，就是顺就好。哦，但你另外一边也要稍微修对称。来哦，这就考验头要摆正哦，这个好这样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但你知道我自己连画画我都没办法画得很对称，完蛋了。有啦，基本美感还是有的啦。可以这样对客人吹气。可以吹气吗？啊，我们尽量用刷子。看，我这边有刷子。所以是不能对客人吹气哦，说明客人很喜欢嘞。啊，就是看人了。够熟可以客人要求这样。客人要求你就用吹的没有关系。对，那我先刻字，你会帮我修哦。好，可以。既然你给我这种勇气，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不会惊啊！接，等一下我大概比划，我要从这个大鬓这里过去接，然后从这里，好，决定了。好。J 就是 Jeff 的意思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勉强 OK 啦，帅。一个男生的发型啊，前面就是大鬓、小鬓跟前面刘海这一块是最重要的，自己看了也开心，帅，跟他帅啦，帅。这边的形状很重要。哇塞，这是艺术品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不是我们的，是我的体验算结束了。但请问你今天下来，觉得你看一下你的造型，你满意吗？不算满意。满意哦。对虽然今天这发型80%都是李卫帮我完成的，但我觉得透过这20%的体验呢，我觉得设计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职业，所以下一次就是你在发廊或者我在发廊的时候，就是对设计师还有助理们好一点，就是不要当一个 OK， 好吧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从来都我对助理们都很好，对。
你觉得我有几分的资质可以当设计师？如果我来你们店里上班，我大概几年后才可以升设计师？如果认真学的话，3年有机会，但是小众稍微再有耐心一点就 OK 了。所以如果我有耐心的话，还要3年。对，我不会，我已经放弃这个梦想了，谢谢。我们不专业系列的番外篇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，应该也不会有下一集了。再见，拜拜。